们一定要公平，我们一定要对2个孩子一样好，给他们的爱一样多。好难，坐在他们家那个楼梯口哭。弟弟妹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妈妈去了一趟医院之后带了另外一个小孩来呢？自己强的可怕。我就是老鸟哎，拜托我经历了那么多，我已经养孩子3年，我什么都懂。嗨，我是珊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非常多观众敲碗很久的一个话题：生2宝前你一定要知道的事。要不要生2宝呢？应该是非常多有宝宝的家庭会去思考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事情，有一些是我在生我们家妹妹之前有想过，但是呢想得太简单；有一些甚至是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结果在我生完之后就一个的涨上。所以今天这集呢，不是要劝大家要生2宝或者不要生2宝，单纯只是站在我这样一个38岁快39岁的2宝妈妈，把我生养2个宝宝的经验做一个小总结，给大家一个2宝生活说明书。不论是你正在迟疑要不要生2宝，或者你单纯只是好奇有了2宝之后的生活会怎么样，今天这一集我相信你都会找到答案。警方有观众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所以在影片开始之前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家的状况。我和陈老师呢有2个小孩，一个儿子是哥哥 Chris， 他今年是7岁，然后妹妹呢是 Lisa， 今年3岁，他们之间呢是刚好相差4岁。关于我为什么要生2宝这个问题，在我去年和大家分享生孩子让我失去了什么这个话题的时候，下面有超多留言都在问，既然生孩子让你失去这么多，让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你还要生2宝呢？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说因为一个宝宝太孤单了，所以我要给他生1个伴？这句话有没有很耳熟？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的观众，或者抱有这样想法的观众，欢迎在下面留言和我举手。那我自己先来破题好了，我生 Lisa 完全就是因为我人生计划里面就是想要生2个小孩。就算养育哥哥的前3年真的非常的辛苦，可是作为一个倔强的计划狂，我不想要轻易改变我人生的计划、人生的蓝图。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我未来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你怎么能确定第2个是女儿？我们明明就超怕第2个还是儿子。对，确实在怀第2个时候就一直担心说啊，会不会第2个还是一个儿子，然后我的生活就会难上加难。但是还是要生生看啊！我不生我怎么知道我第2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有生就有机会。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就在那里想，哇，如果我第2个孩子有着卷卷的头发，然后大大的眼睛，脾气又超大的女儿，那就好了。结果头发生出来是真的卷了5个月，然后那之后就不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但是脾气是真的很大，又很爱哭，所以大家不要乱许愿，真的会成真。总之呢，我生第2个宝宝完全不是为了给哥哥一个手足，因为毕竟我自己就是一个独生女，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我完全没有因为自己一个人感到很孤单这件事情，甚至很多时候我觉得作为我们家唯一一个孩子蛮快乐的，因为我自己可以一个人独享我们家所有的资源，包含我自己的空间，包含我可以独占我的爸爸妈妈。在我需要玩伴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我的同学，找我邻居小朋友一起玩。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有问过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啊？我就跟她讲说不要，非常的坚定，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还蛮好的，我不希望在我想要独占的时候偏偏要求我去分享。所以我打从心眼里觉得给小孩子生1个伴，对于幼年的小孩子来讲完全是父母的一厢情愿。因为我觉得人类的幼崽他需要的不是手足，而是父母全方位包裹的爱。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既然我已经想得这么清楚，内心这么的决绝，那我生2宝应该是非常的顺利，没有什么迟疑吧？ No， 我其实也非常的摇摆过，尤其是在我怀孕前后的那一刻，那个时候 Chris 已经3岁了，说实话最辛苦的那一段日子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那里想，如果我再要怀一个宝宝，我前面3年经历的那些痛苦、那些选择、那些放弃都要重新来一次。因为哥哥0到3岁的那一阵子，我和陈老师2个人带他，几乎是没有外援的情况。虽然我们非常骄傲，哥哥出生到现在他已经快8岁了，7岁多的年纪，他从来没有跟我们分开过1天。这件事情我们非常的骄傲。可是呢，你要说不辛苦，那肯定是骗人的。而且我还要面临非常直观的第2次生产时候的风险。关于生产的风险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即便在科学技术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常常还是可以在一些新闻、报章、杂志上面看到有一些产妇为了生宝宝，结果遭遇到像产后大出血、羊水栓塞这样子的憾事。所以每一次的生产，真的都是女生拿自己的生命当筹码在做的一次冒险。想到生第1胎的时候，我在外面整个痛哭流涕，整一个产房外面的等候区，只有陈老师一个男生在那里大哭，搞到后面就是我爸妈在那里安慰他，不要哭，没关系，医生的技术都很好。
就算我们可以平安的生产，产后会面临的落发、皮肤状态的大走钟，还有第2次要放弃自己的时刻，甚至还有可能随之而来的产后抑郁，这些都是非常有可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的事情。确实呢，我这2次生产都经历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崩溃，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呢，就常常会有一种疑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回到现在这个状态呢，真的是花了一点时间食补啊保养。今年7月份的时候，有观众问我说胶原蛋白究竟怎么选，我才真正的开始去研究市面上的胶原蛋白的产品。因为我以前的概念就还是停留在口服的胶原蛋白没有办法吸收，会喝辛酸。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加上2次怀孕生产，真的是加速了我身上胶原蛋白的流失。很明显的，我就体会到身上的皮肤开始变干变松，没有弹性。所以呢，我就想说我自己来当人体小白鼠来试试看。这一试就试了3个月，我发现有喝真的有差。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胶原蛋白的产品真的非常多，但是吃进嘴巴里的保健食品，除了它真正要有效之外，我非常重视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所以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会更加的信赖大品牌的产品。在观众给我推荐的非常多胶原蛋白产品里面，我一路喝到现在的只有这一个Fanco的3肽胶原蛋白饮料。Fanco的这一支胶原蛋白饮料从上市到现在已经超过25年的时间了。即便我是从7月份才开始喝，但是Fanco绝对是我人生中无添加保养概念的启蒙。那他们家的产品呢，也是标榜日本研发制造，无添加，不用防腐剂。我自己这一轮在测试各类胶原蛋白产品的时候，我发现市面上有非常多胶原蛋白的产品都标榜自己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我甚至有看到每一支含有1万毫克的产品。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比起胶原蛋白的含量多少，口服胶原蛋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吸收率。因为如果你在喝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非常的大，哪怕它的含量再高，你喝到身体里面，它没有办法吸收也是没有用。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一样，以前有一个概念，就是在吃猪脚啊、鸡脚这类胶质非常多的美味美食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现在是在吃胶原蛋白。确实这一类美食它真的含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但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其实都是大分子，吃下去呢，身体不一定能吸收变成脸上的胶原蛋白，而且它们热量超高，吃多了还容易发胖。如果想要真正有效的补充，就一定要选择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这样子吃下去呢，身体才可以好好的吸收还有利用。那Fanco的这一支3肽胶原蛋白饮料，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呢，就是吸收效率超高的400道尔顿小分子的3肽胶原蛋白，它呢是专门为养颜美容研发的，吃下去呢就可以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皮肤状态上，而且在很有效的同时，它还拥有日本国家专利的认证。不要看这小一瓶，它里面呢还含了维他命 C、维他命 E 还有 Q 碳这些美容的关键成分，不但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还可以抗氧化，增进皮肤的健康，让我们气色加倍，维持漂亮的状态。等于喝一瓶全部都顾到了，超级的方便。另外Fanco家的产品嘛，不含防腐剂，不含合成色素，喝起来呢也超级安心。喝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我通常是晚上睡觉之前来喝1小瓶，因为这一瓶呢它才只有14大卡，就算在饮控的时候也不用担心热量超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味道上有一点点像苹果多多。每次我在喝的时候 ，Chris 和 Lisa 都吵着说闻起来好香，好好喝，我可以喝一点吗？我都会跟他们讲说，这是妈妈补充胶原蛋白的，因为妈妈脸上的胶原蛋白都跑到你们脸上去了，等你们长大之后有需要再喝吧。到今天为止呢，我喝Fanco3肽胶原蛋白饮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早上起床的时候素颜气色会比较亮，然后上妆呢也会比较服帖，不会有之前那种灰暗无神的感觉，让我平时的保养呢也更加的有感。前阵子和朋友下午茶，他们还问我你最近是不是偷偷做什么医美，看起来状态超好。之前就有观众和我说Fanco的这个胶原蛋白饮什么都好，甚至是自己喝过最有感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它真的有一点点贵。所以这一次呢，我也和Fanco要到了超强的51折的折扣，单盒最低价只要850块钱台币，平均每一天只要85块钱就够了，比一杯咖啡还便宜，而且还能喝出每天漂亮发光的状态。如果你和我一样是2宝妈妈，或者正在考虑要不要2宝，千万不要忘记把照顾自己也放进自己的每日代办清单里面，在我们每天都把精力还有爱留给这个家还有孩子的时候，也别忘了留一点精力给自己。妈妈好，整个家才会好。除了刚刚说的身体上会经历的这一些辛苦跟痛苦的事情之外，我觉得真正让我摇摆的是，我看着大宝看着 Chris 的时候，心里会莫名产生的一种愧疚。因为我生 Lisa 的时候 Chris 其实才上小班而已，整个怀孕的过程中 Chris 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纪，很多话都还是处于草量呆的时候。我那时候常常就跟陈老师讲说，我好像真的很舍不得把我放在 Chris 身上的爱再分一点出来给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我现在还不认识他。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叫另外一个人啊？那另外一个人也是你的孩子吗？我跟你们说实话，怀2宝跟怀大宝的那个心情真的差很多。怀2宝的时候，事实上大宝的年纪也没有到很大，
所以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倾注在大宝身上。那相对的，你就会花在自己肚子里面那个二宝的时间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再加上大宝每一次的变化，比如说每一次产检啊，看到那个宝宝又长大了一点点，或者感受到了第一次胎动，然后看到他在4D 的超音波模模糊糊的那个脸的样子，这些所有的经历全部都是第一次。但是你在怀二宝的时候，这些事情你全部都已经经历过了，所以好像不会有那种新鲜感。之前在10万 QA 的那集影片里面，我和大家分享说，我在怀二宝的时候有看到一个英国的作家分享一句话，他说，身为一个二宝准妈妈，你不需要担心你自己有没有能力把你的一份爱切成2份，而是当你有第2个孩子的时候，你会重新长出一颗心脏，重新长出一份爱，去爱你第2个孩子。前几天在网络上还看到一篇分享，他说你永远都会最爱你第1个孩子。我觉得很难去比较说你是不是永远会爱第1个孩子更多一点，事实上你爱2个孩子的爱会一样多，只是说表达的方法会不一样。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真的对 Chris 会更加的小心翼翼一点。我和大家说一个听起来非常怪异的事情， Chris 生出来到现在他已经快8岁了，我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太敢就是这样子捏他的脸，尤其是有些时候在外面看到一些就不是很熟但有点白目的长辈，就很喜欢捏小孩子脸，我那个时候真的都会很生气，因为这个孩子我连自己都没有捏过。从 Chris 出生那一刻开始，我抱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摸他的脸都是这样子摸，我非常怕把他的脸弄破。但是有 Lisa 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和 Lisa 的相处我真的是可以非常全心全意的去享受那个亲子时光，我会很用力的抱 Lisa， 然后我会很享受的就是这样摸摸她的小脸蛋，轻轻的捏一捏这样子，这些都是我在生大宝的时候没有体验过的事情。我觉得跟大宝之间的感情就很像一种革命的友谊。像我们家的话，我们在生 Chris 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庭刚刚建立，无论是居住的环境空间也好，还是我跟陈老师2个人的思维的成熟度也好，甚至跟我们的一些经济收入也好，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的稳定。再加上那时候是没有外援，我们3个人一起相处，一起成长。但是跟 Lisa 我们2个人加上哥哥，3个人一起爱他，然后我们一起成为家人。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有2宝之后的一些事实和挑战好了。首先第一个事实呢，一碗水很难端平。很多爸爸妈妈在计划要怀2宝的时候，都会去做一个心理建设，我们一定要公平，我们要对2个孩子一样好，给他们爱一样多。我们也是，但事实上就是你生了2宝之后，想成为端水大师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而且这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哦，连家里的阿公阿嬷、外公外婆这些长辈们，都有一些时候会有一种难掩的突如其来的端不平。因为当我们有2宝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觉得说，大宝他是大宝呀，他已经长大了呀，他已经应该懂事啦。所以当他去做一些调皮捣蛋的行为的时候，对比2宝刚出生的人畜无害的小表情，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大宝怎么可以皮成这样？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深呼吸，因为大宝4岁也好，5岁也好，哪怕6岁也好，他依然是一个小宝宝啊，他依然有可能会去做一些你不能理解的，然后很调皮的事情。作为父母，就是24小时需要提醒自己，要尽可能的公平，包含吃的、喝的、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我觉得用的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是男女不同，那有一些男女一样可能会就会一直用姐姐或者哥哥，但是其实小孩子都知道。对，我有听我妈讲过。我妈上面有一个姐姐，所以呢，她在小的时候常常就是用她姐姐汰换下来的衣服，再加上那个年代经济状况又不如现在，所以家里肯定是能省则省。所以她说她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她都坐在他们家那个楼梯口哭，就是因为她永远都在用她姐姐剩下的东西。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太一样，我们很多的东西就老大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保存状况非常好的，看起来真的就跟新的一样。但是就是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老2其实拿到那个已经用过的东西，他其实心里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可以适时的给他们一点小惊喜，给他们买一点不一样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另外就是对待方式上面，妹妹错了也要批评，不能因为哥哥是哥哥然后就胡乱责备他。在我们家是这样子的，在哥哥和妹妹玩闹的时候，妹妹是要交给哥哥管的，妹妹你一定要听哥哥的话。在这一场小小的管理里面，小小的 team 里面，哥哥如果把妹妹管理好了，我们就会夸哥哥做得真棒，你是一个非常棒的 leader。用这样玩乐的时间呢，让哥哥可以去树立起来自己作为哥哥的威严，也让他更有责任感。而且在他们2个有些时候吵闹或者有一些小矛盾的时候，这些时候如果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没有受伤，他们只是吵架而已，我们就会引导
导哥哥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小矛盾。比如说他们有些时候在玩的时候，他们会互相击咕对方，他们两个非常喜欢玩这个击咕击咕的游戏。在我们大人看来，其实有一些动作我觉得真的太过于激烈，而且看起来真的非常的顽皮。可是呢，这个是他们兄妹之间表达互相爱意的一个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适时的稍微引导他们一下，就算想要表达你很喜欢对方，跟喜欢跟对方玩，也要注意这个动作不要太过于激烈，教他们怎么样更好的表达自己的爱意，表达自己的开心，而不是着急的去当法官。不要看我在这边说的头头是道，其实我常常也真的做得非常的不好，因为这件事情就真的好难，尤其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家是没有另外一个小孩子的，所以我常常就会一不小心就露出一点端不平这碗水的小马脚。我在他们相处非常好的时候，常常跟陈老师感叹说，哇，我真的是好希望他们可以一辈子都这么的有爱，这么的爱对方，这么的和乐相处。然后那个时候陈老师就跟我讲说，如果我真的这么希望他们一辈子都这么有爱，作为父母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对他们公平，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其中某一个人是偏爱谁，或者我们两个人集体都是偏爱谁。这样子的一种家庭氛围才是给了这两个孩子真正的守住，而不是围绕在自己生活中360度365天都存在的竞争还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偶尔有些时候内心的那个天平稍稍的倾斜一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尽可能不要在两个孩子面前直白的对比，夸完一个的时候就要马上夸一夸另外一个，不要硬夸。有些时候是发自肺腑的觉得老二做的真的好好，而且他真的好可爱，然后马上就说哥哥也很帅，哥哥也做得很棒，非常的沉稳，非常的有思想。这件事情我觉得绝对不是什么欺骗小孩，我觉得这就是父母表达自己爱意的一种方式。如果有些时候真的是忍不住觉得说其中有一个怎么这么聪明，怎么这么可爱的时候，也不要当着他们面讲，就可以偷偷的把门锁起来，就跟自己的另一半分享就好了。除了上面我说的这些小经验呢，我们也有一些小心得、小 tips 可以和大家分享，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把这个两个孩子的天平去摆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让两个孩子有一定的年龄差。我自己观察了我身边有二宝的家庭，我发现两个孩子相处比较好的，通常是具有一定的年龄差。你怀二宝的时候，大宝的年纪他是处于听得懂人话的年纪，而不是说大宝才1岁你就急匆匆的去生了第二个孩子。那个时候可能大宝正是在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也不能理解弟弟妹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妈妈去了一趟医院之后突然之间回来就带了另外一个小孩来呢？但是当老大已经在3岁或者4岁接近要上幼儿园的这个年纪，其实他对于世界很多的东西他是分得清楚的，尤其是家里有一些小宠物的家庭，他们更加会清楚说一个生命代表着什么。我会有一个弟弟，我会有一个妹妹，你念绘本，你跟他讲道理，他是听得懂的。这个时候他有弟弟妹妹，我觉得对比起1岁就有弟弟妹妹，对他来讲可能是更加好接受、更加好理解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给老大充分的参与感，不论是刚刚我提到的让哥哥去领导他的妹妹，或者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像我们家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已经让哥哥很充分的知道这一件事情。我常常会用肚子里的妹妹的名义买一些 Chris 喜欢的小礼物送给他，我们也带他参加了非常多次我的产检，让他看到肚子里的妹妹现在是长什么样啊，现在正好是一颗毛豆的大小，就会拿一个毛豆比给他看，现在妹妹大概只有这么一点大哦。然后有胎动的时候 Chris 也会上来摸一摸。 Lisa 出生之后，那个时候 Chris 已经在上幼儿园了，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去看妹妹，因为那个时候妹妹还在喝奶奶嘛，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喂奶奶吗？可以让我试试看吗？所以我们也会让他尝试着把奶瓶塞在妹妹嘴里，让他参与在其中，不要管这个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情都让他可以更好的知道我现在是哥哥这个身份了。第三个呢，就是充分重视老大，尤其是在生完老二前半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老二还是个小 baby， 他的生活的需求只有睡觉、换尿布、喝奶奶，前半年基本上有奶就是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去 take care 老大的情绪。然后第四个就是借助一些绘本的帮忙。我在怀 Lisa 的时候，我们两个就陪 Chris 念了非常非常多关于弟弟妹妹要来了的这一些绘本。在这些绘本里面，我觉得我们家最受用的是叫《小小跟屁虫》这么一本书，因为那本书呢，它讲的就是老大是哥哥，然后老二是妹妹。我觉得对于 Chris 来讲，他可以更好的带入这个角色，你可以去找对应自己家庭成员性别的这些绘本。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都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真的好爱你，然后同时也要告诉他，我们也好爱你的妹妹，我们也好爱你的弟弟，我们也好爱你的哥哥，我们也好爱你的姐姐，让他充分的知道另外一个孩子的存在，我们是一家人，作为爸爸妈妈爱你们每一个人。第二个事实是，每一个孩子都不同。
我在怀老二的时候，虽然有经历刚刚说的那么多的迟疑、害怕，但是说实话，面对生小孩这件事情，我整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强的可怕。我就是老鸟拜托，我经历了那么多，我已经养孩子3年，我什么都懂，还有什么没有见过的吗？在生 Lisa 之前，我就准备了一大张清单，那张清单里面呢，就罗列了 Chris 出生以来我觉得好用的东西，嘴嘴啊、包巾啊，结果 Lisa 没有一个买单的。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 ，Lisa 从月子中心回到我们自己家，因为 Chris 从小是睡婴儿床，天使宝宝。然后呢，我就跟对待 Chris 一样，把 Lisa 也放在婴儿床上，给她穿上我觉得很好用的蝴蝶包巾。结果我就看到在婴儿床上就有一只海豚，你们知道吗？因为她的手被那个蝴蝶包巾包起来，然后就这样。一直在那里挥，然后想说挥没关系，小孩子嘛都会挥一下的，塞嘴嘴就好了。我就把嘴嘴也塞到 Lisa 嘴里，结果大概不出5秒吧，我就看到我眼前飞过一颗奶嘴，她就把奶嘴飘出去。后来我就发现她非常讨厌穿那个蝴蝶包巾，她讨厌自己被束缚的感觉。不包那个蝴蝶包巾还好，一包就是哭；不塞那个嘴嘴还好，一塞就是很生气。所以那一刻我就开始理解说，哦，原来每一个孩子真的都不一样，可以借鉴的经验是有，但是全部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可是只要应用到小孩身上，就真的就是要看小孩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第3个事实呢，就是全家都要重新适应一轮，从爸爸妈妈到老人长辈都要重新学习适应自己的新身份。我前一阵子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分享，就说夫妻之间最容易离婚的阶段，就是在小孩子0到3岁那个时候，撑下去就是海阔天空。但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以夫妻关系来讲，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时刻还蛮多的。准备婚礼、装潢，跟小孩子0到3岁，在老二出生的那个0到3岁，好像又要重新再经历一轮。这些时候，我觉得很多的矛盾会跑出来。比起我们家只有1个孩子的情况下，你可能只需要去处理成为新手爸爸了，成为新手妈妈了，我们2个人要共同去面对有一个小孩了。生2宝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关系都要重新的更新，你要重新去适应不一样的夫妻关系，甚至你要重新去适应不一样的婆媳关系，不一样的先生和娘家之间的关系。第4个事实，支出还有付出都会翻倍。生2宝绝对不是多一张嘴吃饭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说，你付出的时间也好，然后你花费在他们身上的金钱也好，都会蹭的增长。所以有2宝之后呢，分工也要比只有大宝的时候要更明确。当然经济准备也要做得更充分，需要的资源也会更加的多。在我们只有1个人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的精力就是负责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的状态就很像我拼命的在跑，然后我跑累了停下来休息一下。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我的状态就会比较像刚刚要开始跑，其中有个小孩就跟你讲说，妈妈你可以先不要跑吗？你可以先陪我玩一下吗？或者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状况，你必须要安顿好你的小孩，处理好各种大小事务之后，你才可以有时间去跑，几乎不会有真正可以休息的时间。有2宝之后，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是夫妻的时间，真正属于我们夫妻俩的时间，可以约会的时间。我昨天还在跟陈老师讲，我说我真的好想跟你约会哦。这件事情我们还在学习，即便是我们2个人有不少外援的情况之下，还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好，前面说了这么多，想要有心思怀2宝的爸爸和妈妈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打退堂鼓啦？该生的也不想生了，不要害怕，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有2宝之后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老大真的多了一个人相处，作为小哥哥的样子非常的可爱。我前面有说生2宝，我不是单纯的想要让我们家的哥哥有一个伴，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付出还有引导之下 ，Chris 真的有变成一个非常有爱的小哥哥。我有些时候看他和他妹妹相处的那个样子，我常常就跟陈老师在那里感叹，哇，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哥哥啊？如果我是妹妹，我也好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哥哥。我觉得他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谢谢你来当我的小孩，当我们家的哥哥。我们不止一次问过 Chris， 你有妹妹之后，你当哥哥之后，到底是开心比较多还是不开心比较多啊？他给我们的回答都是，妹妹有些时候真的是蛮烦的。可是我真的好爱他哦。刚刚我们聊到的那句话，生2宝是为了给大宝一个手足，多一个陪伴。我觉得这句话是我慢慢长大之后才真正开始有体会到的事情。像我自己本身是远嫁的独生女，我在做人生很多重大选择的时候，会因为我这个独生女的身份更加的却步一些。比如说我在选择爱情的时候，甚至我是需要把我的亲情先放在一边的。非常多的决定会因为我是独生女变得
得很艰难，变得有负罪感。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独生子女的困境。我们不敢生病，我们不敢死，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原来原生家庭的唯一。但是陈老师的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到现在，大小事情他都有一个姐姐可以商量。而且当父母和其中的一个小孩有一些矛盾或者彼此不太理解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就可以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协调，让矛盾不至于变得那么的大。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作为父母再一次的获得了成长，而且真正的体会到了孩子需要的爱究竟长什么样。我们两个在生 Chris 的时候，生老大的时候，给他的所有安排的一切全部都是顶配，从吃的到穿的到用的。我们两个人一共4只眼睛，24小时轮番盯着 Chris。我们想要给他最好的，自然也会希望说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做得最好。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小孩，当然得到的爱他非常的完整，可是在身上的压力也会很多。我自己整一个成长过程中都是这样子，直到我自己有了第2个孩子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很多的付出都是在自我感动，更加成熟的面对自己，接纳自己，就整一个心态会更加的放松，是心态轻松啊，不是身体轻松，身体还是非常非常的累。这样子的心态轻松，并不是因为我们爱老二比较少，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会知道说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就算发生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进而的我们就会去反思，其实我们对于老大，我们不需要这么的紧绷。我觉得再重新经历一次这样子的成长，让我们整一个家庭关系、家庭氛围也会比只有 Chris 的时候更加的轻松还有愉快。现在我会更加愿意和小朋友一起感受这个世界，体验这个世界。我想要给孩子一个非常鲜活的榜样，我不但是他们的妈妈，我也想要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女性。好了，最后呢，也想要和大家分享，良好的夫妻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是决定是不是要小宝宝，是不是要第2个小宝宝，以及要和这个家庭一切的关键。如果你已经有了2宝，请你放下纠结的心，会点开今天的影片，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如果你还没有2宝，看完今天的影片，我相信你也可以更好的、更全面的考虑这个问题。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大家问，生了2宝后悔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真的是因人而异，但是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可以把后悔的几率降到最低。那关于要不要生2宝，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知道的，也欢迎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